林城好歹也是中等蛟仙，如今10亿爆发，竟已10室9空。清河县连续3年税收全大京垫底，县令林默上任3年，连个安民空告都写不明白，连林城都死绝了，这清河县怕是连个活人都剩不下了。主子息怒，那等尸位素残的废物，等咱们查明实情，直接持金牌砍了便是。停车！停车！前面的马车，立刻停下，退后3丈。瞎了你们的狗眼！我家主子乃是京城来的贵客，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拦我们车驾？京城来的怎么了？天王老子来了，到了俺们清河县，也得守俺们县太爷的规矩。全体都有，举药桶，消杀！放肆！你们泼的什么秽物？找死！闭嘴！这是石灰筛队的消毒水。外面10亿闹得那么凶，谁知道你们身上有没有带隐形虫子？想进清河县就得过这道消杀关。这位差的，我们是京城来做药材生意的商人，消杀也做过了，现在可以进城了吧？急什么？这才第1步。过去，用那块肥皂搓手，必须搓出一层白沫子，用水冲干净，然后去那边一人喝1碗滚开的药茶。不照做的，立刻滚出清河界！你让我们主子用这种脏东西洗手？灵儿，照做。差爷，这肥皂和喝开水的规矩都是你们县太爷定的？那可不，林大老爷说了，病从口入，隐形虫子怕烫怕肥皂，只要管住手和嘴，阎王爷也休想从俺们清河县带走1条人命。你们县太爷现在在何处？哦，林大人啊，这会儿他应该在城西的汇粪池发酵厂玩屎，不对，是测算那什么高温堆肥的温度呢。你们进城一直往西走，味道最冲但最干净的地方就是了。主子，您快看这路！主子，这路下雨天绝不会积水啊！那些暗沟把水全排走了。别说咱们那连年发大水的江南道，就是皇宫里的御道，也没这般精巧的排水心思啊！清河县连衙役俸禄都发不出，这等神路究竟从何而来？停车！大娘，向您讨碗水喝。哎呦，小姑娘，喝口水哪还用给钱啊？咱们清河县别的不说，这水可是全大京最干净管够的。那往前走10步，接拐角那儿有个石头柱子，上面插着竹管的，自己接去。主子，这水竟是活的，甘甜，比咱们府里从玉泉山运来的泉水还要好喝。大娘，这水是从哪儿来的？这叫自来水，是咱们林大老爷领着人在黑风山上修了个什么沙石过滤塔。大老爷说了，山泉水虽然甜，但里面有隐形虫子和鸟兽虫粪便，再顺着竹管引到城里每个河街角。如今咱们县里人家家户户喝的都是这神仙水。这等精妙的物理之法，太医院闻所未闻。大娘，你们这街面上怎么连只苍蝇都见不摘？嗨，苍蝇那玩意儿喜欢脏东西，咱们清河县苍蝇飞进来都得迷路饿死。大老爷随地吐痰便尿者，罚扫大街3天。城里每隔100步就有一个公共茅厕，里面的粪水全顺着地下暗沟排走，集中到城外带的大池子里。街面上每天都有清洁队撒房撒石灰，谁要是敢把脏水往街上泼，街坊邻居能把他祖宗8代骂得抬不起头来。主子，这林县令似乎不是个废物啊。走。主子，去县衙吗？不，去城外化粪池。我倒要亲眼看看这位能把一地枯骨变成桃花源的林大人到底是如何玩屎的。主子，这味道也太冲了！那林默堂堂7品县令，不在县衙升堂办案，偏偏跑到这种污秽之地，简直是有辱斯文。斯文能当饭吃吗？若是这污秽之地能换来满城讲的干净无病，那这味道便是天底下最干净的气味。55度，60度，好，温度上来了，第1阶段高温耗氧发酵成了，这批肥妥了。大胆狂徒，你是何人？竟敢偷穿朝廷命官的官服，在这里发疯！哪里来的商贾？没看到外面的牌子吗？堆肥种地，闲人免进。还有你们的口罩呢？
这地方虽然消过毒，但粉尘大，赶紧把口鼻捂上。你放肆！你就是清河县令林默，林大人不在县衙理事，却在此处与这等安杂阿物为阻，不怕御史参你一本有辱官体、不务正业吗？参我？让他们来啊！一群只知道在朝堂上知乎则也的废物。他们要是能用4、5经把隔壁县的瘟疫念走，把地里的麦子念出穗来，本官现在就把这池子里的粪全干了。林大人好气魄，只是小女子不解，这污秽之物如何能挡得住瘟疫，又能救得了庄稼？这叫科学，懂不懂？你们以为瘟疫怎么来的？是天罚，是鬼，是活在脏水和粪便里肉眼看不见的隐形虫子。要是任由满城百姓乱拉乱倒，一下雨脏水流进井里，全城人都得死。那为何还要把这些东西集中于此？还要看那琉璃管的温度？因为要变废为宝啊！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可生粪下地不仅会烧根，里面的虫卵还会让庄稼得病。本官把它们集中起来，加碎秸秆和石灰，密封发酵，这叫高温堆肥。发酵时中心温度能到60度以上，足以烫死所有致命的隐形虫子和虫卵。等发酵完全，这就是天下最顶级的有机肥。清河县去年大旱能不减产，甚至亩产翻倍，全靠这一池子一池子的黑金。转死地为生机。主子，您怎么了？林大人真乃奇人。实不相瞒，小女子是京城来的豪商，一入县城，便见那能搓出白沫、带有花香的肥皂。不知此等奇物，林大人可愿做笔大买卖？商贾，京城来的肥鱼啊，不是贵客。来，里边请。咱们去县衙详谈。这清河皂可是我们县的经济支柱啊！肖老板，这便是咱们清河县的印钞机——清河造化工作坊，进来开开眼吧。肖老板，实不相瞒，你们京城豪门圈子里千金难求的御夫雪颜皂，正是出自本县之手。你在关卡用的只是最普通的劳保皂，这块是加了纯天然桂花精油的特级货。怎么样，这买卖有搞头吧？林大人，这风靡大境，一块能卖出2两银子天价的清河皂，莫非是用猪油和草木灰做出来的？嘿，不愧是京城来的大商人，眼光就是毒辣。草木灰提纯出碱水，加上融化的猪板油，辅以高温搅拌，发生皂化反应，最后加点桂花香精就成了。成本高，1块的物料成本，连2文钱都不到。你这简直是黑心巨商，敛财毫无底线！林大人真是好手段，难怪大人看不上区7品县令的俸禄。只是不知大人赚下的这金山银海都藏在了何处？为何这清河县在户部的折子上，依旧是穷得揭不开锅的赤贫之县？敛财金山银海，肖老板，你的格局也就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了。来，进来看看本官的金山银海。你看清楚了，我清河皂每个月净赚3万两白银不减，但这钱本官一个铜板没发进自己口袋。你把能买下半个京城的财富，全用来给百姓修茅厕、打水管了。林默，你图什么？朝廷根本看不到这些，他们只会看你上交就是税银。朝廷看不到，关我屁事。肖老板，你刚才在城外问我怎么防瘟疫，我告诉你，防瘟疫不是靠太医院的几包草药，而是靠钱。你让一个饭都吃不饱的劳民去讲究卫生，可能吗？百姓穷就只能喝泥坑里的脏水，百姓穷就没有跟牲畜挤在一起取暖，贫穷才是所有瘟疫和死亡的根源。我林默不要政绩，不交税银，我就是要让清河县的百姓手里有活干，兜里有铜板，他们有钱了，吃得饱了，自然就能住上干净的房子，用得上香喷喷的肥皂，百姓人人有饭吃，城池干干净净，那叫瘟疫的厉鬼就永远跨不进我清河县的城门。林大人，是小女子鼠目寸光，错怪了大人。大人之高义，足可当受此拜。别整这些虚的。既然误会解开了，肖老板，要不你投点钱入河谷？好，林大人的盘子我接了，你要多少银子，我便给你多少银子。警报！城南发现高热呕吐者，医疗队立刻封锁街道，全体停工，去指挥，北方赶快！封存原料，所有成皂入库，女工退至后院，用肥皂净手，原地待命，不许随意走动。主子，
是不是外面的食欲漏进来了？咱们快出城吧！一旦被封在疫区，太医院那帮废物可救不了咱们。不，我要亲眼看看，他这所谓能挡住死神的防线，到底是不是纸上谈兵？情况怎么样？是上吐下泻，还是单纯的高热？回大老爷，病患名叫王铁牛，半个时辰前做工时突发高热，伴随头晕乏力，目前并未出现呕吐和飙血。林大人，这位大夫看着有些面熟，他不是刚才在街头卖猪肉的屠户吗？对啊，他就是屠户。咱们清河县穷得叮当响，哪请得起正儿八经的大夫？胡闹！让屠户去治食疫，这不是草菅人命吗？闭嘴！不懂就看。在传染病面前，不需要他会悬丝诊脉，只需要他懂规矩。启动甲级流调，查清楚他这3天的行动轨迹。王铁牛昨天去了哪里？有没有接触过外县人？小青有外人。报告大老爷，流调清楚了。王铁牛这3日并未出城，也未接触外人。大老爷量过体温了，39度，嗓子发红，鼻涕清亮，没有食疫的典型症状，基本断定就是风寒感冒。吓死老子了！原来是踢被子冻着了，给他熬2碗浓浓的姜汤，开一副驱寒的桂枝汤。不过规矩不能废，在隔离室观察3天，退烧了再放他回家。巷子解除封锁，石灰再撒一遍，都散了吧。林大人，你这流调溯源之法究竟是何道理？肖老板，你以为面对能屠城的瘟疫，真正能救命的是什么？是太医院里那些几十年道行的神医吗？神医再厉害，一天能看多少病人？10个、50个。可瘟疫一旦传开，一天倒下的是成千上万人，到时候神医累死在药罐子前，城池一样得绝种。对付食疫，靠的从来不是高超的医术去治，而是靠铁血的纪律去防。早发现，早隔离，早切断，谁接触过谁，查得清清楚楚，把隐形虫子闷死在源头。这就是我清河县的赤脚防线。只要这套规矩在，哪怕手下全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泥腿子屠妇，也敢叫阎王爷在这清河县界外给我乖乖排队。我要把这个男人刻进大清的律法里。林大人，你这套赤脚防线能在全天下推广吗？难，清河县能推行，是因为我手把手教。大老爷，不好了！临县的王县令疯了，他不管临城百姓的死活，派兵把几千个染了食疫的流民全往咱们清河县的边界赶，马上就要到城下了。肖老板，赶紧带着你的人躲进内城，没事别出来。明大罗，召集所有赤脚医生和民勇，给我封死城门！临城县令王富贵，这狗娘的王八蛋，自己防疫不力，导致食疫大爆发。为了头上的乌纱帽，竟然把所有感染者全赶到我这里来，他这是要拉着我县百姓一起陪葬！主子，流民马上就要到城下了，他们已经失去理智，一旦撞城，清河县守不住的。让奴婢放信号，调城外30里扎营的御林军来镇压吧。准备放箭吧！放你娘的屁！放箭！外面那是几千条活生生的人命！你一个做买卖的商贾，心肠怎么比那些黑心贪官还要多？林大人，食疫无情，他们已经成了临城的弃子。你若是心慈手软放他们进来，你这满城百姓，你造的化粪池，你定的规矩，全都要毁于为旦啊！大局为重啊！大老爷，这要放箭吗？他们可是咱们的同乡啊，那是隔壁村二狗子他娘啊！放个屁的箭，把弓都给老子放下！肖老板，你懂不懂什么叫人口红利呀？我县接下来要扩建第2条柏油路，要修5个大型水利磨坊，要开荒南山3万亩梯田。哈哈哈！本官正愁手里没劳动力，那个叫王富贵的蠢货，居然一口气给我送来了3000个免费壮丁。林默，你疯了吗？他们身上带着瘟疫。带瘟疫怎么了？治好不就完事儿了？城下的人听着，我是清杭县令林默，我知道你们不想死，我知道你们饿，现在只要你们听我的规矩，我林默保你们有热汤喝，有热炕睡，有一条活路。青天大老爷救命啊！大老爷，我们没病，我们就是饿的。都给我闭嘴，听规矩。第一，
所有人退后50步，不许靠近城门。谁敢往前多走一步，当场格杀。第二，以家庭和同村为单位，原地坐下，用布条把口鼻捂死。敢随地吐痰别扭者，不给饭吃。第三，城门不开，本官会在城外空地上拉起建隔离方舱，所有人分批次进入，脱衣消毒，喝药洗澡。只要退了烧，就是我清河县的良民。只要肯干活，白面馒头管够。立刻去库房提500斤生煤灰，把备好的油布大棚和竹竿全拉出城。架大锅，烧开水，熬姜汤和桂枝汤，让城里裁缝铺立刻赶制3000个口罩出来。是。肖老板，在。你的商队带了多少现银？我要买空周边3个县的药材和粮食。既然王富贵敢把人往我这里赶，那老子今天就让他看看什么叫清河速度。等我把这3000人治好养壮了，我非得带着他们去把邻人县衙砸了不可。好，林大人放手去救，这3000人的口粮与药材，小女子全包了。不仅如此，若有人敢在此时断你的药材，囤积居己，小女子保证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主子，这速度也太可怕了吧！工部修个灵亭还得半个月呢，这林大人眨眼间就凭空造出了一座城。肖老板，让你的商队赶紧把买来的粗布衣服和肥皂送去绿区澡堂，还有生姜和桂枝不够了，继续买，砸钱买。来人，拿我的信物去调银子，把方圆100里的药铺给我搬空。青天大老爷呀，求求您给条活路吧！小老儿烂命一条，死不足惜。可我这孙子才5岁呀，他没染病，他就是饿的。求您发发慈悲，给他留口泔水喝吧！都给老子把眼泪擦干，站起来！我清河县不养死人，更不收死尸。看到你们面前的棚子了吗？那叫方舱。现在所有人排成3队，没发烧没咳嗽的进绿区，发烧咳嗽的进黄区，走不动道的重症担架队给我抬进红区。进了方舱，所有人第一件事脱下身上的烂衣服，统一烧毁，然后去澡堂子用热扫澡水洗澡，洗完澡换上新衣服，每人发1大碗土豆炖猪肉，白面馒头管够。大老爷，您没骗俺们，真给饭吃。本官一口唾沫一个钉，但前提是必须听从持脚医生的指挥。谁敢隐瞒病情乱串区，谁敢不洗澡不喝药，立刻乱棍打出清河县界。现在排队洗澡吃饭。久违的尊严。开饭！爷爷，甜的，是香的。活菩萨呀！清河县的青天大老爷是活菩萨呀！主子，您哭了。奴婢从小到大，从未见过哪里的官能让百姓哭得这般真心实意。这不是为官，朝堂上主公日高谈阔论仁义道德，却把这些流民视为大金的毒瘤和包袱，避之不及。而他没有说一句仁义，只用了生石灰、肥皂和1顿土豆炖肉，就将这即将爆发的炼狱变成了万家生佛的道场。灵儿，传信京城内库，把我在江南的3处黄庄全卖了，换成信封和铁矿石，全部运到清河县。林墨既然要大干一场，我萧景月就倾重大晋的国力，陪他把这天翻过来。主子，出事了！咱们派去周边3个县收购粮草和药材的伙计，全空着手回来了。怎么回事？是银子给的不够？我不是说了，哪怕溢价2成，也要把物资拉回来。不是银子的问题，是那帮丧尽良良的黑心商贾。那3个县最大的几家粮商和药商联合起来了，他们放出话来说，清河县多冒出来3000张嘴，现在是个无底洞，1粒米都不往外卖。领头的钱老板甚至叫嚣，想买粮可以，市价的10倍，而且必须用现银结清。10倍市价，
他们怎么不去抢？发国难财发到这等地步，简直死不足惜。气大伤肝，这帮满脑子肥油的蠢猪想拿捏我，他们大概是不知道垄断反噬这4个字怎么写。大人，你还有心思喝茶？方汤那边的存粮顶多还能撑5天，一旦断粮，那3000刚安顿下来的流民马上就会哗变，到时候内忧外患，清河县就完了。断粮？谁告诉你清河县会断粮的？走，本官带你去个地方。这是清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总粮仓。这3年，官教百姓搞高温堆肥、修水利灌溉，清河县年年大丰收。但本官没让百姓把余粮卖给外面的黑心商，而是由合作社统一收购储存。这里的粮足够清河县连同那3000流民敞开肚皮吃上整整1年。可那些大夫说，光吃粗粮不行，还得吃青菜，否则流民会得夜盲症和败血病啊。青菜有啊，这叫脱水蔬菜。去年冬天，本官让人盘了火烫，顺便建了几个烘干房，用煤球把吃不完的青菜萝卜全部低温烘干，去掉水分。这玩意儿放2年都不会坏，吃的时候用开水一泡，立马恢复原样，营养全都在。林大人深谋远虑，小女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既然我们不缺粮，那便随那些黑心商人去囤吧。等他们手里的粮食发了霉，有他们哭的时候。等他们发霉，肖老板，你还是太善良了。他们既然敢在背后捅我清河县的刀子，我不把他们底裤都扒下来，我就不姓林。来人，拿笔墨来。绝，太绝了！那几个黑心粮商为了吃下这批陈粮，肯定是向钱庄借了高利贷，资金链全压在粮食上。现在外面的权贵想要肥皂救命，就必须拿着粮食来清河县换。这帮权贵会去哪里弄粮？当然是去敲断那几个黑心粮商的骨头。林大人，顶天大老爷，千错万错都是草民的错，求求您收了草民这批粮吧。草民不求10倍，不求原价，草民愿意降价30%，不半价。半价卖给清河县啊！再换不到肥皂打点那些大人们，草民一家老小就要被下大狱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半价1成收购，多1文钱本官都不要。卖，草民卖，1成就1成。主子，是800里加急的钦差仪仗，看方向是冲着林大人来的。此时钦差降临，绝非善意。主子，这阵仗不对劲。按我大京律例，钦差巡视地方最多带50名护卫，这200铁甲骑兵分明是拿人的镇主。而且您看钦差马车旁边那个骑着驴的胖子，好一个恶人先告状，自己驱赶一名草菅人命，现在反而勾结钦差来反咬一口了。林大人，朝廷钦差赵大人在此，你区一个7品芝麻官，还不速速大开城门，滚下来跪迎圣驾！王富贵，你这狗东西还没死在石阴里呢。本官城外建了方舱，你要是染了病，可以去黄区领碗姜汤，别在这满嘴喷粪，污染我清河县的空气。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赵大人您听听，这姓林的简直狂妄至极，目无王法呀！清河县县林默接旨。陈林默，听旨。但城内需严防疫病，城门不可开，还请赵大人见谅。好个不可开！本官看你是做贼心虚。林默，你胆大包天！临城县令王富贵状告你3宗大罪，本官已查明属实。其一，你无视朝廷法度，私自扣押临城百姓于城外，名为治病，实为圈禁流民，聚众谋反。其二，你利用肥皂奇巧遗迹，强行阻断栓球边周边州县正常商贸，此乃与民争利，祸乱江南经济之重罪。其三，你目无尊卑，抗参下来，足以诛你9族。来人，将这反贼林默当场拿下，带上重枷。若有胆敢反抗者，以同谋论处，杀无赦。主子，不能再等了，奴婢这就
就放烟火，御林军暗卫就在10里外，半炷香就能杀到，把这钦差的狗头砍了！你们干什么？不许动青天大老爷！放开林大人！反了！你们要造反吗？铁甲卫听令，拔刀！谁敢靠近，格杀勿论！我看谁敢！狗官，俺们在临城快饿死病死的时候，是你们派兵拿长矛捅俺们，把俺们当畜生一样往外赶。是林大人，是他给俺们洗热水澡，给俺们吃白面馒头，是他从袁王爷手里把俺们这群烂命抢回来的。你们说林大人是反贼？我呸！如果救人活命是造反，那俺们今天这3000条烂命就陪林大人反了你这瞎了眼的朝廷！反了！誓死保卫林大人！乡亲们，退下！都退下！不对，大老爷，咱们清河县的人宁可站着死，也绝不让狗官把你带走。好，聚众抗法，形同谋逆。铁甲卫，给本官放箭！赵丽，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刚才说要射杀谁？你是什么人？你敢挟持本官？铁甲卫，快把这反贼乱刀砍死！我看谁敢动！臣，御林军统领获战，救驾来迟，请陛下恕罪。吾皇万岁万岁万岁！陛下，臣该死，臣瞎了狗眼，臣不知道陛下威福在此啊！草民参见陛下，吾皇万岁！最大的富婆大腿居然是当朝女帝！都平身。赵丽，你刚才不是要宣读圣旨吗？怎么不读了？臣罪该万死。你确实该死。临城大疫，百姓色指死伤无数。王富贵身为父母官，不思救灾，反而驱赶义民冲击临县，将无百姓视如狗，此为一罪。你身为钦差，不查明真相，反而与黑心青商贾收受贿赂，起掐断清河县的救命粮草，此为2罪。清河县令林默散尽家财修建水利，建立方舱，救治数千流民，城内无一例疫病。如此泼天大功，不仅没得到朝廷半分嘉奖，反而被你这等奸佞小人扣上谋反的死罪，还要当场射杀良民。御林军听令，将赵丽、王富贵这等祸国殃民的国贼即刻剥去官服，打断双腿，拖到临城与清河县的交界处，当众斩首，将他们的脑袋悬于木杆之上，让全江南贪官污吏睁大眼睛看看，这就是发国难财、构陷忠良下场。钥匙给我。那个肖老板，哦不，陛下，您这演技也太好了，微服私访这出戏简直可以说是奥斯卡影后级别啊！微臣被你骗得好苦，还想拉你入股赚点小钱呢。陛下，主子使不得。这一拜不是谢你救驾，林大人受委屈了，是你用一己之力，在这乱世大疫中为万千生民撑起了一片净土，是你用满手泥污洗刷了朝堂的腐败与无能，是大靖亏欠了你。那什么，陛下既然觉得亏欠了臣，那臣之前修下水道、盖方，还有买高价药材欠下的饥荒，是不是可以走国库报销了？报销？朕不仅给你报销，清河县的烂账朕全包了。不仅如此，国库倾尽所有，也供你林默驱驰。林默接旨，朕任命你为总领工程与防御钦差大臣，赐尚方宝剑，剑官大3级。朕要你把这清河县的奇迹、不惧瘟疫的赤脚防线，这档能让百姓任人吃饱穿暖的基建图纸，给朕铺满大济每一寸江山。臣林默领旨谢恩。林默，赵丽和王富贵已经伏诛，临城的烂摊子，朕也派了御林军去接管，照着你的封仓模式建营地了。朕刚才在城门口说过，要封你为总领工程钦差，
但这还不够。以你这3年在清河县造下的万家生佛之功，朕意已决，赐你男爵之位，官拜工部尚书，随朕回京入主内阁，替朕掌管大晋的工部与户部。陛下，您的好意臣心领了，但京城那地方规矩太多，臣要是去了，估计活不过3天。放肆！雷霆雨露皆是君恩，陛下破格提拔，你怎敢推辞？霍将军，别激动，陛下，臣这人自由散漫惯了，不会写锦绣文章，也不懂朝堂上的制衡之术。真把我放到工部尚书的位置上，天天跟言官御史打嘴仗，纯粹是浪费时间。而且京城寸土寸金，也不够臣折腾的。臣喜欢待在一线，看着图纸变成实实在在的水渠和马路，这比穿紫袍蟒带要爽得多。你当真不愿随朕回京？你若嫌朝堂烦闷，朕可以特许你免朝，给你最大的工部权限。真不去。不过陛下，臣虽然不跟您回京，但臣有一份大礼要托您带回去。这是？陛下，这才是清河县真正的金山银海。这本是臣在会粪池边蹲了3个月总结出来的。只要照着这个修，臣敢保证，大晋的城池50年内绝不会爆发大规模的瘟疫。这一本里面不仅有清河造的各种配方，更核心的是修出城中黑色大道的秘方——三合土与简易水泥的乱烧之法。有了它，陛下便能以极低的成本，将大晋的官道全部铺成不惧风雨的硬化路，兵马粮草一日千里，再无泥泞阻碍。陛下，陛下，臣不要高官厚禄，也不要金银筹宝，臣这箱子里装的是臣这一生的心血。臣愿将这些技艺毫无保留的尽数献给大晋，献给陛下。臣不求名垂青史，臣只愿在陛下的治下，大晋天下的百姓人人有饭吃，家家有余粮。臣只愿再无一个孤寡老人冻死在街头，再无一个稚童因饮污水而夭折。臣只愿大晋江山万世清明，天下皆敬。好一个天下皆敬！林墨，朕今日接了你的图纸，便接下了你的愿景。你不愿回京，朕绝不强求，朕就留你在清河县做你的土皇帝。这清河县从此不再上缴1分钱税赋，甚至国库每年给你拨专款。你要把这里建成什么样就成什么样。朕要将清河县立为全天下的基建标杆。朕发誓，3年之内，定要让这高产作物铺满全国；5年之内，水泥路网连通大晋9州4海。朕要让那饥荒与瘟疫彻底从我大晋的史书上绝迹。若违此事，朕天地诛之！卖包子嘞！包子嘞！大肉包1文钱俩，吃了咱的包子，干活有的是力气。刚出炉的报纸，大晋基建地报，看林大司空又在江南修了哪座大桥？勤洗手，多通风，人多不去凑热闹。主子，3年了，自从您推行清河模式，大晋已经整整3年没有爆发过哪怕一场小规模的食疫了。户部昨日刚报上来的折子，说是去年的新生儿存活率翻了足3倍。这些都是他的功劳。算算日子，大司空的信也该到了。800里加急，林大司空密信。肖老板，近来可好？京城的肥皂销量如何了？别忘了把这个月的分红准时打到工程部的账上，我这边又快超支了。这家伙满脑子还是只有他的工程和银子。臣在江南这3个月考察了松江府的棉花长势，托高温堆肥的福，今年棉花大丰收。但是臣发现一个大问题，百姓还是用老式手摇纺车织布，效率太慢了，累死累活1天也织不出几尺布来。所谓天下皆敬，除了让百姓不生病，还得让百姓有衣服穿，冬天不挨冻。光靠人工，这辈子也别想让大晋所有人都穿上新棉衣。所以臣这3个月没干别的，带着几个老木匠，在江边鼓捣出了一个新玩意儿。主子，林大人又给您送什么国宝来了？是火种，林墨送来的，是一颗足以将这个旧世界彻底焚烧殆尽，开创一个全新纪元的火种。传朕旨意，立刻召集工部所有大将，在京郊选址，按照大司空的图纸，不惜一切代价
建造大晋第一座水利纺织大厂。遵旨。林墨啊，林墨，你只管在前面画你的宏伟蓝图。这天下所有的风雨，所有的流言蜚语，所有的银两缺口，朕全替你扛了。左边再拉紧一点，卡榫要对准。这可是水力纺纱漆的核心动力源，错位1寸，机器转起来就得散架。大司空，对准了。好，下放，撤水闸。转了！神迹啊！这是巧夺天工的神迹啊！成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等老子把高炉炼钢搞出来，把蒸汽点燃了，大晋的铁甲巨轮，大晋的火车头，还等着老子去造呢！肖老板，咱们的大航海时代才刚刚开始啊！